欢迎来到新闻频道。当您订阅频道时，演员们会很高兴。女演员长相多重要？蜀锦人家34岁谭松韵一出场，才知何为灵气。经过了3年的时间，终于再次看到谭松韵出演的古装剧。蜀锦人家刚开播，便呈现出女主季莺莺家破人亡这样典型的天崩开局。这部剧重点讲述了蜀中泼辣女子季莺莺从幻花染坊的小女子逐步成长为女匠人的传奇经历，差不多把女频剧所有的爽点元素都涵盖了。但这并非一部单纯的经商剧，而是一部关于蜀锦非遗文化传承的剧集，是四川省政府重点扶持的文艺项目。蜀锦在中国4大名锦中位居首位，被称为天下母锦。饰演蜀锦传奇大女主的是地地道道的四川姑娘谭松韵。在这部剧当中，34岁的谭松韵又一次饰演17岁的少女。刚看到这个人物设定的时候，真让人感到无语。毕竟年龄偏大的女演员去饰演少女角色，总归是容易让人产生一种不协调的感觉。各种刻意做表情，诸如挤眉弄眼、嘟嘴瞪眼之类的，一种油腻之感就油然而生了。就连口碑一向稳固的杨紫，在《要99爱》里也未能幸免被群嘲。在观看之前，笔者着实挺担心谭松韵能否撑得住呢。毕竟从前她也有被拍到过呈现出年龄感的照片。幸运的是，开之后发现一个很意外的情况，居然没有任何人觉得她饰演17岁的少女有任何不妥之处。都过去好几个小时了，竟然依旧没有人去吐槽她不适合演少女。相反，她还被夸赞了起来。大家这是如此的双标吗？于是就自己去看了，怪不得蜀锦人家一开局就爆火呢，上线才半小时就登上了平台古装榜的第2名。第1集的后半部分才开始慢慢进入精彩的状态，不过其中的每个人物都极具特色，就连配角也很出彩。剧组在服装、化妆和道具方面花费了不少心思去钻研，在服饰与道具方面十分讲究，衣服都是货真价实的，有着枝段蜀锦文化。拍摄现场的景全部是实地取景或者搭建而成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展现出大唐盛世的繁荣景象，将古人的民生状态以及市井氛围还原出来。不过滤镜开的略微太白了些，而且不时出现的虚化效果，使得实地拍摄的场景就像抠图一样，这让背景缺失了一种真实的质感与落地的感觉。其次，这一版中的小男主长大后容貌并未变丑，身姿挺拔仿若芝兰玉树，笑容灿烂恰似朗月入怀，又被郑业成的眼神给吸引住了。他真的特别符合我的审美，有着少年般的清新之感，看起来既干净又儒雅。他的双眼在表演的时候表现力极强，并且仪态十分出众，身姿端正，步伐很有古典韵味。这般斜躺，古人那慵懒恣意的韵味也被稳稳地把握住了。只是在这部戏当中，他确实看起来有点浮肿了，要是再瘦一点的话，在镜头前会更美观。戴上这个缺乏质感的发套，并且竖起头发后，颜值与戴帽子时的造型相比大幅降低了。接着，这部剧从蜀锦这一十分新颖的角度切入故事，将古偶剧拍成女主努力赚钱的奋斗剧，从而深入地展示了蜀锦的珍贵以及制作工艺。开篇女主顺利闯过3关，
由谭松韵饰演的季英英被描述为天生爱笑，生财有道，不得不说这一选角堪称完美。忽然就想到《锦衣之下》里面的金夏了呢，她也是个一心只想搞事业赚钱，对谈恋爱毫无兴趣的小财迷呀。谭松韵于其中有着极佳的状态，她所饰演的季英英那唐风造型极为美丽。她长着一张娃娃脸，显得格外年轻，脸不仅小，而且精致又耐看。她不但漂亮，还可爱又灵动，其台词听起来也令人感觉舒适。她从里面走出来，嗓音嘶哑地喊出那一句“我破了”，这属地的女子吃辣厉害，人更是泼辣得很啊。没多少女演员能演出她那般的灵动感，并且一下子就把聪明伶俐、善于赚钱的形象树立起来了。谭松韵着实很奇妙，她并非走大美女那种风格的，但不管拍摄什么都极为好看，特别灵动。若是能够将角色演绎的灵动俏皮且恰到好处，那便是自身所具备的灵气。瞧上去的时候，就会觉得整个人都充满了灵动之感，宛如凡间的精灵一般。第二集颇具看点，情节的设置着实能够彰显出女主的聪慧。季英英就像是靠着可爱成长起来的一样，既聪慧又可爱，能说会道的，是个机灵的小家伙，脑子里的鬼点子可不少呢。狗仗人势的见得多了，可这人仗狗势的还真没怎么见过呢，这可太滑稽了。谭松韵确实是新一代小花里为数不多能够独自撑起收视率的演员。从锦衣之下一直到锦心似玉，她的路人缘简直好得不得了。她的每个肢体动作与表情把控都与人物极为契合，丝毫不显突兀，并且她整体的动作和表情都和她的容貌气质相匹配，气质特别纯净，透着清新自在之感，眼神依旧像少女那般明亮，表演极具感染力，乍一看就使人心情愉悦。并且她与男主角之间的互动十分有趣，或许景有多假，情就有多真的情形会再度出现。对此，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和大家一起分享讨论吧。